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我看看都有什么啊？英特尔被川普意向收归国有后，财报起飞了，究竟是陈立武的功劳，还是美国国进民退的功劳啊？这个，我觉得川普核心的活不是做制造业，他就是炒股的，对吧？他不停的吆喝就行了。继续沙发，您这个真够早的，这个已经不是沙发了，前面还有一条，点赞欢迎。好，我们今天呢，准备讲一些这个不同的故事吧，这个王自如的故事。早上起来想了想，说到底讲什么，实在没啥可讲的啊，因为最近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或者有一些事情很奇怪，但是未必适合我去讲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就去讲讲王自如的事情。王自如呢，做了一个这个绿皮火车啊，在那吃泡面，对吧？咱们的封面还是做的很漂亮的。看来今天没什么人，没关系，反正咱们讲一个这种。油腻小中年吧，他应该比我年轻啊，这个因为我见过他。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啊，正好是今天老范对这块还比较熟悉，跟他们相关的这些事儿呢，可能好多我也都碰到了啊，所以可能这个故事会比较好玩一点。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王自如也要表演《甄嬛传》吗？甄嬛未必啊，但是呢，成为行业明灯的可能性却很大。王自如的《甄嬛传》啊，王自如的1亿债务比起罗永浩还是有差距的啊。这两个人也算是吵了一架以后，最后谁也没落着好啊。当时王自如被炒了以后，这个当场败下阵来，后边掉粉啊，然后各种的商业价值下降。其实王自如的 Zilla 挂掉跟他的商业价值下降关系没有那么大，还是他啊有些自视过高了吧，很多东西都想做啊，所以导致了这一把废掉了啊。其实当时跟罗永浩吵完架以后，对他的伤害有啊，但是不算大，因为跟罗永浩吵完架以后，其实我还去见过他一次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总之呢，欠钱也没有罗永浩欠的多吧。罗永浩呢，对外讲的是欠6个月啊，但其实呢，欠的钱要更多一些。那么王自如这1个亿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个他被起诉呢是这个3000多万啊，这个应该是上海的一个基金起诉他，具体3000多少万我想不起来了，这个事儿本身也没那么重要。拖欠工资啊，大概拖了人家10几个月的工资，应该有270、80万吧，不到300万的样子。还有一些呢是拖欠这个供应商的货款啊，但这一部分钱到底有多少，并没有一个公开的数据可以看到。还了一部分啊，并不是说都在这里，还了多少呢？还了以后大概剩了2000多万啊，不到3000万的样子。但是王自如呢，自己原来晒出过一个单子来啊，说签了一个1.02亿的回购承诺，就是他要用1.02亿把所有的股份回购干净，自己签的字。所以呢，这个所谓的1亿债务呢，大概是从这里来的啊。他签这个回购承诺的这些人，并没有都起诉他啊。现在起诉他，要求他去执行的，就是上海的一个基金啊，就是3000多万。现在呢，就是有案子在这儿了，应该也就是3000多万，然后还了一部分以后剩2000多万。1亿呢，就是大家听着好听就完了呗，啊，所以也不用太认真。但是如果所有的股东都出来告他，那么他这个可能也还是会有接近1亿的钱需要还吧。那么这种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呢？对吧？怎么一个人就可以欠出这么多钱来呢？这个我呢在付费频道里有一套课程啊，叫这个投资意向书条款解读，但是这个课程估计看的人不多，因为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一点，对吧？这个里头呢有一个条款叫做跳楼条款啊，就很多创始人去跳楼都是因为这个条款去的。王自如呢也是签了这样的一个条款啊，导致自己背上这样的债务。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你背上这样的一个债务，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法律环境下的话，
真的可以去跳楼了啊，这个很费劲的一个事，很痛苦的一个东西。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条款叫跳楼条款呢？就是很多的个人债务导致这个创始人跳楼的这种条款，对吧？这种条款叫做回购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公司被投资了多少年之内不上市，你就必须要回购啊。当时这个条款是这么写的，具体的咱们在后边再讲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回购条款会有个人连带责任，这个时候就要跳楼了。啊，正常情况下，咱们做的公司呢叫责任有限公司啊。什么叫责任有限公司？就是我们的责任就到公司注册资金之内这些钱啊，赔完了啊，出了以后啊就没有了。这个东西是荷兰人发明的，对吧？责任有限公司就是荷兰人在发明责任有限公司之前，很多这个航海的人啊，最后会赔得倾家荡产。后来有了责任有限公司以后呢，说，哎，我们做一个注册资金啊，咱们把这个钱放在里头。我们把注册资金的钱赔完就完了啊，剩下我家里再有多少钱跟这件事儿没关系了。比如说啊，我一个注册资金50万的公司，我欠了人家1个亿的债啊，然后我只要把这公司里的50万给人家，剩下的啊就跟这个我家里比如说再有多少钱都没关系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去签这种叫个人连带责任，你就击破了这个责任有限的事情了。啊，一旦签了这样的东西，你欠多少钱，你家里有钱你都能拿出来啊，而且这个还不完，就算是你一直欠着啊，这个就有可能会跳楼。那很多人会说，我不签这个个人连带责任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签这东西呢？你是不是傻呢？这个我告诉大家，拿到投资的时候，大部分的这个创始人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对吧？很开心的时候，谁认真看这玩意儿？这个王自如在应诉的时候，就别人告他嘛，他应诉的时候的辩词是什么？就这个条款里边的个人连带责任没有经过良好的沟通啊，当然了，他败诉了啊，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你没有好好告诉我啊，或者说你没有向我告明啊，说明白这件事情啊，这个肯定是立不住脚的。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创始人呢，会极度的自信，对吧？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创始人啊，面对这种跳楼条款的时候，很多人会盲目的相信自己就是天上啊上天眷顾的人啊，就是天之骄子，这怎么会有问题呢？我一定可以的啊！所以呢，这也是大部分普通人不适合创业的一个原因啊。如果一个普通人你一看到这样的条款，说哎呀这不行，我不干了，对吧？这种人就不适合创业。很多创始人就看着这样的条款也会冲上去的。当然，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叫形势比人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公司发展特别好啊，大家都抢着投啊，正在风口上，那这个创始人说我就不要这条款啊，这个我去做这个回购的时候，我不要签这个个人连带责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基金会为了抢这个案子啊，就会把这条款删掉，就这个东西是可以谈判的。对，但是呢，当有一些这个案子已经老了不疼，舅舅不爱了啊，就是已经不在风口上了。大家看着呢，觉得可能行又可能不太行。你如果彻底不行，也就没人投了吧？啊，说这个还是有点机会，但是风险很大。在这个时候呢，投资人就会很坚持的要这样的一个条款，对吧？你必须要个人连带责任啊，否则我就不把钱投给你。那么，这种严苛的条款，在创始人看来就属于是不得不接受啊。他到这个时候就要去做一个艰难的抉择，说我到底是公司马上干掉啊，到底是公司马上挂掉，还是说拿着一笔钱啊，把这一段忍过去，没准他就又东山再起了呢，对吧？到底是应该原地死亡，还是饮鸩止渴，对吧？这是创始人需要去做的艰难抉择。而且很多创始人，刚才我们讲了啊，极度自信，对吧？他相信现在遇到的问题都是临时的啊，我只要啊拿着这个钱忍一忍啊，就能混过去。我以后一定会这个腾飞的啊！他们是这样的一帮人。那么这种条款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这个基金都特别的急功近利呢？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跟美国人学的啊，都不是咱自己发明创造的。这个基金呢，它是一个有周期的东西啊，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有基金，我有钱，我要去投你案子，但是呢，这种基金通常是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7年啊，短一点的可能就是3、4年，它有周期。
什么叫周期呢？就是我们去募集一只基金啊，募集回来以后，说我们在这么多年之内把这个钱投完啊，再把这个钱挣回来啊，该卖的项目卖掉，该上市的上市，因为你一旦上市了以后变成股票了，你就可以去卖嘛，啊，最后把这钱拿回来以后再去还给这个人家出钱的人啊，所以这个基金是有周期的。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创业呢，他们就讲说，你拿钱千万不要去拿这个基金快结束的时候的钱，对吧？你比如说人那个基金7年，你说这个到6年了，我去拿钱去啊，这个其实不可能的啊。通常7年的基金是什么样的？叫5+1+1啊，或者是叫4+2+1的基金，就是它投资期就是4年啊，它在这4年里头投，然后投完了以后呢，剩下2年是干嘛呢？叫管理期，就开始退出。啊，这个时候就不再投案子了，然后最后1年就属于叫强制退出，实在是退不出去的，我就怎么逼着你去跳楼也得让你退出去，对吧？这个就是4+2+1，所以千万不要拿这个第4年的钱，对吧？因为你拿到了以后，人家就不再投资了啊，然后就准备开始慢慢退出了，你这个使用的钱的周期就会变得很短。如果你是第1年啊，这个基金刚成立你就去拿钱去了啊，他可能先外边投资投4年了，也没空理你啊。等到第4年过完了以后，到第5年了，他挨着个问啊，你们怎么样了？能不能退出了？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基金都会签一个这种，就是啊，你这个拿了钱以后，几年之内你应该上市了啊，要在我基金结束之前得把钱还给我了啊，一般会干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这种条款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存在的。那你说特别好的项目怎么办啊？说这项目特别好。啊，我这个基金马上要结束了，但是大家注意啊，很多的这种大基金呢，它都是这种循环基金，就是他手里有很多只基金，他不断的募新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会左手倒右手，把这个基金，把自己特别好的这个项目交给另外一只新的基金啊，他会做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呢，那种比如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基金呢，啊，不是，比如说那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那种项目呢，就会被逼着去执行这种回购条款，你必须把它回购掉。那这个呢，与基金内部这个是否可以倒手是没关系的啊。啊，你到时候人说，哎，我这个项目已经这个该退出了，但是我现在退不出去啊，你是不是那个倒个手啊，让你另外一支基金接一下？人家说不行啊，我们这个每支基金自己都有自己的 KPI， 对吧？我把这种卖不出去的案子卖给交给其他基金，人家不愿意接啊，就直接挂那儿了啊。而现在的话更是如此，为什么呢？上升通道断了，对吧？基金到最后要求的是什么？上市。咱们股市有多长时间没有开闸，有新的上市公司上去了，对吧？你没有上市通道的话，那这个事儿就没法整，所以大家只能奔香港啊，在那儿去折腾去。但是你太多的公司跑到香港去，你上去了以后你也挣不出钱来，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个左手倒右手，已经很难了，基本上都是。到回购的时候就逼着你去回购，如果有个人连带责任的话，这个像王自如其实还算是心理比较强大的人啊，有些心理不够强大的人，或者说那种极度自信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相信的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就有可能会去走向极端啊。那么这种条款通常长什么样呢？通常是这样来规定，4年或者5年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签4年。然后为什么说4年或5年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创始人会跟你去看那个讨价还价啊，讨价还价了以后，我们有时候就会稍微宽泛一点，就是5年啊，大部分是4年啊，4年必须要上市啊，有的时候还得约定上市可以啊，新三板不算。为什么？因为你上到新三板以后退不出去啊，这个都属于是叫残疾上市那种感觉。如果你说你不上市也没事啊，你用几倍的估值把这公司卖了也可以，对吧？这个你说，哎，我现在投资的时候你估值是1000万人民币啊，最后你说我800万人民币把这公司卖了行不行？不行啊，这个一样会处罚回购的啊。这个你比如说啊，你现在1000万人民币，你最后用5000万人民币的估值把它卖掉，我挣了5倍的钱啊，这个也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一个条件啊，你必须要满足，否则要回购。那回购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利息，有的呢是8%啊，有的是10%，有的是12%，基本上就8%到12%之间吧。就是你回购，你不能说，哎，我投了你100万，你最后还给我100万啊，这事儿不行。
你必须要按照每年啊交这个利息给我，就相当于是我做了一个借款给你啊。王自如的合同里就是12%是最高的，一般什么时候会12%呢？就是经济特别好的时候，对吧？大家都相信说我这个项目一定行啊，这个包括特别自信的人啊，王自如就属于那种极度自信的人啊，他就会去认这个12%，其他的这些创始人很多会跟我去这个讨价还价啊，说这个12%是不是太高了？是不是咱们能低一点，对吧？当然，像我们肯定也有很多其他的话术来怼人家了啊，尽可能要12%啊。如果实在是对方坚持的话，再慢慢往下去挪这个钱数啊，再慢慢往下降这个利息啊。当然，这个里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默认签了的是复利啊，这儿呢还会再多一块单利跟复利啊，大家应该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吧？单利就是说，如果是12%，100万的话，就是每年多12万啊，这个是不变的。如果是复利的话，就是第一年是12万，第二年的话是112万的12%，它反正不断的往上累加，会多一点点，也多不出太多去。所以呢，像他这种利息就会啊一直累加下去啊。所以王自如那个到底是单利复利，我不确定。但是以我们原来的这个习惯，肯定都是签复利的，啊，如果这个创始人没发现就混过去了啊，创始人发现了再回来找你说，哎，你这个复利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对吧？然后我们再跟他去讨价还价，啊，所谓讨价还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合同里会有很多很多条款，对吧？在这个里头呢，你想要单利吧，可以啊，对吧？但是你要在其他地方再让我一点，对吧？他会这样的一个，它算是一个砝码吧。那在回购的时候，是否需要股东承担个人连带责任这件事儿呢？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啊。正常情况下，如果你的注册资金实缴了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的话，很少有人在里头签这个东西啊，就是默认是不签的，特别是早期投资是默认不签这个东西的啊。如果是签的话，我们一般也会签这样，就是在股份比例内的个人连带啊，比如说你这个注册资金你没有实缴，对吧？那么你最后比如说你占80%的股份，你要把这一部分给我还回来啊，其他的就算了，对吧？这个是很多很多坑人的细节都在这个里头，就不跟大家细讲了。那么这一次呢，王自如发了一个坐在绿皮火车上吃泡面的这个照片啊，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个呢，明显是一个摆拍啊，因为什么呢？就是王自如自己在深圳，最近传出呢，他加入了一个叫雷鸟科技的公司，这雷鸟科技也在深圳。然后雷鸟科技是做什么呢？做 AR 眼镜的。他们最新的产品叫雷鸟科技啊，叫雷鸟 Air 4啊，这是空气雷鸟 Air 4，比较轻嘛。这个产品呢，9月份已经开过发布会了啊，没有这个需要到外地再开发布会这个事情。而这个产品呢，就在深圳开的发布会，所以它不需要出去。所以这个照片呢，应该是摆拍。但是呢，照片的效果很好，对吧？这个你像我原来都不知道雷鸟科技干什么的啊，今儿还专门查了半天，哦，原来干这个的。然后传出王自如去雷鸟科技上班啊，这个我都没有去也看看雷鸟科技到底是干嘛的，没有兴趣，对吧？这个人，我就知道他离开格力了啊，回来这个专门做自媒体了啊，回来老本行嘛，做个手艺人嘛，做自媒体来了，对吧？前2天传出来这个消息啊，都没有去具体看啊，这个雷鸟科技干嘛的？但是照片啊有效果，有了照片，热度上来了啊。这个今天还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所以呢，人生如戏啊，全靠演技。王自如的演技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在这儿呢，再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吧。王自如呢，现在叫被执行人啊，就是他欠了人钱没还干净，他把深圳最后一套房也卖了啊，还不上去。现在他自己是住在父母家，在西安的房子里，户口好像也迁到那边去了，啊，这个呢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啊，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个人破产的法律。为什么要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呢？因为深圳跟厦门呢，现在在试行中国个人破产制度，啊，在做这个实验。那你说这种东西为什么是呢？你说我实在欠钱，然后我就破产不就完事儿了吗？
不行啊，因为咱们很多公司的法人、股东什么各种代表都是家里老头老太太，对吧？这些人这辈子也不需要坐飞机、坐高铁的，那你说你让他这个个人破产了，等于这钱就直接打水漂了嘛，对吧？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一旦中国有了个人破产制度以后的话，这个背债人就直接把社会财富都掏空了啊，所以现在咱们就不敢弄这个事儿。现在呢，深圳跟厦门呢是要求当地户籍啊，你是深圳户籍或者厦门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与经商多年的人，你可以去申请立案啊，说我立案啊，想去立一个案子，我准备个人破产啊，我们看看是不是审核一下通过。深圳前2天啊，刚开口子就有一哥们儿月薪几千块，然后欠了几千万的这债，这明显的就是背债人嘛。就如果允许他个人破产了，那前面这个他的债主就全都废掉了啊，所以法院也没法正这事儿，法院也没法弄啊。这个，那你说个人破产跟被执行人之间的差异在什么地儿呢？像西方、美国、日本、德国这种啊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有个人破产制度的啊。你一旦个人破产了，那么首先说我确实把该能还的钱都还了啊，已经再也没有偿还能力了。那么他会要求你在一段时间内限制高消费，不是一辈子啊，一段时间，有的呢是3年啊，有的是2年，还有的是5年。那么你在这个期间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你还会再去延长一段时间啊。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挣的钱啊，就是大部分都是要用去还债的，但是你还其实也还的很少一点点嘛。然后呢，过完了这几年以后，你就算是把债务都这个豁免掉了啊，剩下就没了啊，你该干嘛干嘛去，然后又该这个吃喝玩乐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中国的这种被执行人制度呢，就是限制高消费，但是呢，你的债务一直背着啊，一直背到死，它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因为我们没法让他个人破产，对吧？这个我们个人破产其实一方面是人不需要再承担债务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害怕就是他把资金转移了啊，然后自己在外边花天酒地，但是这个债权人啊都是这个喝西北风去了啊，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一个事情。今年的经济主题啊，其实就是化债，对吧？地方的政府啊，政府的这个地方债，然后呢，企业债、个人债，债务缠身呢，其实会让经济完全失去活力的啊。现在为什么咱们现在这个经济老是稳中向好啊？这个没有这个快速上升的一个机会，就是这样，大家都欠钱，欠完钱以后就不敢花钱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活力。啊，那你说在这个化债的过程中，到底能不能化得掉呢？这个不好说啊。地方的这种政府债务呢，国家印钱你去化去啊。然后企业债呢，现在国家要求说，这个必须是国企、央企要付钱啊，多少天之内必须付钱，然后不可以去这个转包啊、分包的东西，一定要去付钱啊。但是这块有政策下来，但是下边执不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了。个人债这事儿没提啊，因为很多人这房贷啊，什么各种贷款，你要真的把个人债说我们也给你划了，这事儿就没法整了啊。所以现在我们不提这件事儿啊，再苦一苦老百姓吧。说远了啊，咱们回到王自如这里。那些签了连带个人啊，那些签了啊这个个人连带责任的这些创始人，就是成为这些被执行人了啊。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状态。那么王自如呢，前面离开格力重回自媒体赛道的时候呢，咱还做过视频啊。其实他前面在格力里头跟这个董明珠表演这个恶心戏码的时候，咱们就做过视频，对吧？后来转成自媒体啊，又做过一期。但是后边呢，王自如的视频其实我也没看啊，事情太多啊，实在看不过来。他在刚开始做网红的时候，对吧？做评测网红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网红。啊，有这么几个大家还看得过来，现在有多少网红在这折腾，对吧？有的是比他年轻、比他水灵的，这个我宁肯去看影视飓风的 Team， 我也不会去看他呀，对吧？这个 Team 还是要比他水灵多了啊，讲远了。那么王自如离开格力的时候，咱们做过一个这个节目，王自如在格力呢干了3年零1个月，啊，在内部盘根错节，还有一个唯一中心，董明珠唯一中心嘛。对吧？做这种最吃力不讨好的渠道整理，啊，为什么这儿最吃力不讨好？因为有钱啊，因为每一块都有各自的利益，还要背 KPI，啊，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做了半天的，做了3年的这个渠道整理，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别看说这个说话说的很油腻啊，但是能在这儿混下来，还把这个格力的整个的渠道进行了一定的整理，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能未必达到了一开始的预期，但是还是有很大改善的啊。这块呢，我觉得啊还是值得钦佩的啊。那么在格力呢，它基本上断网，它是不上网的，说是这个为了保守商业机密，但其实是完全自断一臂。你把一大网红搁在家里头不许上网，这不是这个不知道董明珠他们怎么想的啊？估计也是为了逃这个债务。那么离开格力的原因呢？王自如最后自己也讲了啊，就是他现在做自媒体嘛，就什么事都可以说了嘛。第一个叫理念不合，对吧？你在这种老牌企业里头，理念合了才怪了啊！你在里头能够忍3年，已经非常非常强了。第二个呢是待遇未达到预期啊，就是他的这种待遇啊，待会儿咱们再具体讲啊。这个王自如在格力里的待遇大概是怎么算的？因为王自如在外边有传说7位数年薪嘛，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不那么这个不那么靠谱吧。然后第3个原因呢是无法继续成长。对吧？上面就是董明珠，对吧？那你再怎么成长，你也上不去嘛。而且再加上自己啊，这个格力里头还盘根错节的啊，应该也没有什么这种上升空间了啊。所以呢，就是因为这3个原因，他就跑出来了啊。当然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内部斗争失败，对吧？被人给踢出来了啊。这种大型的有一个老大的这种企业里头，这个离开的最核心原因都是这一个。那么做自媒体呢，王自如还算是行家啊，比咱强多了。他呢是最早的评测网红啊，功底儿还在。这个想要干嘛呢？想要做 AI 赋能传统制造业，这个赛道呢看起来合理，但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为啥呀？传统制造业并不需要赋能啊，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淘汰啊，极个别的可以转型成功。绝大部分都会被淘汰啊，原因咱们待会儿再讲。他呢还是收获了一些关注的啊，就是在回归赛道以后，微博呢现在有216万粉丝，活跃度算是最好的。抖音呢31.9万粉丝，还在稳定的增长之中。B 站呢8.5万粉丝啊，内容的主要阵地是在 B 站上啊，这一块的话包括这一次的这种这个坐绿皮火车的照片出来以后，我相信他的粉丝还是会上涨。就是玩流量这件事呢，这些老牌的网红还是有功底的啊。但是想靠自媒体表演《甄嬛传》这件事呢，就想多了。债务呢是必须要靠杠杆的啊，债务通常是靠杠杆欠下的。这个你想投资的时候，肯定是有杠杆啊，对吧？你说我投资的时候，这个我现在公司都不挣钱，那你说我公司到底值多少钱，对吧？那一定是靠杠杆来的。那你靠杠杆得到的债务，你不靠杠杆，你根本还不上啊！你说我想靠这个直播带货把这钱还上，这不可能的事儿，对吧？你说我想靠工资把这钱还上，也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呢，杠杆带来的债务一定是杠杆来还。罗永浩啊，也是依靠新公司的估值和这个股权转换来还债的啊！千万不要以为说罗永浩这个直播了半天就拿这个直播利润去还债去了，那根本还不上，想都不用想，这事儿不可能的啊！那么现在呢，他是加入雷鸟啊，雷鸟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我还查了半天，雷鸟呢是 TCL 孵化的一个 AR 项目啊，专门做 AR 的。原来呢是中国叫带屏 AR 设备的常年老二，今年的 Q2呢达到了全球带屏 AR 设备出货量的39%，成为了第一啊，是全球和中国市场都是第一。有人说不对啊，这么牛的企业怎么会没听说过呢？对吧？是不是老范自己不喜欢 AR 赛道，所以就忽视了这件事情？不是啊 ，AR 赛道里头很多的公司我都是知道，而且还跟他们打过交道。雷鸟的话，我可能确实是没有跟他们打过交道啊，你比如像 Rookie 的啊，还有像什么 Xreal 什么这些东西啊，我都是也试用过啊，也去看过啊。像 Rookie 的我还去过他们公司。AR 赛道呢本身分得很细啊，第一个叫不带屏的，刚才咱们讲的带屏 AR，
什么是不带屏的 AR 呢？就是美塔的这个雷朋眼镜啊，就这种东西，包括现在小米做的什么智能眼镜、华为智能眼镜，就这种东西，它是没有屏幕的，就是有一个摄像头，有一个蓝牙耳机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每年在全球出货大概有1000几百万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美塔呢，在里边占70%，大头都是美塔的，都是扎克伯格的。带屏的这个东西，一年啊也就卖几十万个啊，撑死100万个，所以呢，它量非常非常小，是一个很小众的赛道。里边最大的呢是 X-Ray 啊，然后呢，第二呢是雷鸟，就是他们两个呢大概都占30%多吧。X-Ray 30%，雷鸟可能20多，不到30的样子。然后第三个呢叫 Rocket 啊 ，Rocket 是杭州的一个公司，他们拿了阿里的钱。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赛道。那到底什么叫带屏 AR 设备呢？就是大家看到有一种东西叫头显啊，比如说像苹果的 Vision Pro 啊，这个 Llama 啊，这不是 Llama，就是这个美塔的叫 Quest 呀，这种东西叫头显，就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你要扣在脸上的，对吧？然后呢，这个第二种呢，就是完全没有屏幕，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啊，雷朋眼镜啊，或者智能眼镜。这个带屏的这个 AR 设备呢，它就是介于二者之间，它长得像一个眼镜，但是要比眼镜厚啊，这个东西大概有这么厚这个东西。然后呢，也是像眼镜一样戴在脸上啊，然后这个里头有一个应该是在这上面吧，就是这个眼镜的上面有一个1080p 的显示器，然后呢靠一个半透明的镜子把它展示在这个眼镜的前面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啊，就是你可以通过2个眼睛呢看到这个一个立体的图像，因为2个眼睛上都是1080p 嘛，大概是这样，下头有一个镜子啊。这个设备呢，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厚啊，非常非常厚。第二个呢是非常丑陋啊，极其丑陋，内置2块高清的屏幕，这个非常非常丑陋。它呢算是一种折中方案，这个没有眼镜的实用性啊，因为你像美塔这个眼镜你戴出去，就算是这个你现在没电了，你还可以把它当眼镜使啊，而且也不难看，对吧？像扎克伯格至少自己天天带着满街跑嘛，这没有那么难看啊。这个它呢又没有头显这个效果好，它比头显确实轻啊，但是呢没有头显效果好，因为它没有电池在里头。也没有什么呢，也没有这个运算单元在里头，对吧？所以就是一个显示器啊，挂在眼镜上的因为实在是太丑了这个东西所有给这类产品做演示的博主一般长得都比较难看我今天还专门在小红书抖音上搜了一下这个叫雷鸟的这个眼镜看了几个博主的展示，那一个一个长得比我还难看呢。对吧？长得稍微好看点的，注意形象都不愿意把这玩意儿戴脸上，实在是太丑陋了这个东西就是个完完全全的显示器这个你要想让它工作，必须要连手机或者连电脑相当于是一个 HDMI 线，这底下有一个 HDMI 线插在这个电脑上或者插在手机上它自己呢有一个算力盒子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个手机，没有屏幕的手机。那个你把它插上以后呢，它里头有电池，有这个手机的这个比如 WiFi 模块这个基带模块有 CPU 这个你可以有一个触屏但是它那个没有显示，就相当于触摸板似的可以滑来滑去的，可以使用这个设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吧。雷鸟自己的股权架构是什么呢？就是 TCL 是大股东因为孵化的项目嘛。TCL 的老板李东生呢是最大的个人股东然后他的 CEO 呢叫李宏伟是他的 CEO， 持股6%这个 Rocket 就是刚才咱们讲杭州这个公司呢，也是他一个股东，大概占20%多。那么雷鸟怎么就当上第一的呢？对吧？刚才咱们讲的，它原来应该是第二，虽然这个量都不大了，就是第二，也就是几十万可能10几万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一年也就是一年10几万台的一个水平这个其实小盘子是很容易干这个事儿的你如果一个市场盘子很小你像 TCL 全球有销售网络，你这个随便找个地方压点货，这个压点库存进去，你就可以当第一它是这样的一种玩法，所以大家不要太认真。那你说雷鸟这样的一公司，它为什么会找上王自如呢？对吧？怎么就找上他了呢？
这个真叫门当户对啊！为什么？因为真正热门啊，有这个宣传和推广费用的这个赛道，也看不上这种过气儿的网红啊。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 AI 的一个什么东西了啊，这个哪会找王自如啊，对吧？啊，一定是找这种大网红去干活去了啊，甚至咱干脆找这个谁罗永浩啊，找他给宣传一下啊，都是 OK 的，对吧？包括这些电动车的，谁去找王自如去，对吧？而这些当红的流量网红呢，也很难跟 TCL 这样的公司进行沟通啊，不在一个频段上。那王自如呢，就正好合适，对吧？新媒体网红啊，这个属性还在，还是做这个数码评测赛道的，对吧？这个还跟这个传统企业打过交道，也知道这帮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说话的习惯啊，以及付钱的这个能力都比较了解。而且王自如现在这个状态呢，要价也不是很高啊，所以两边真的叫门当户对。当然，王自如呢，这个也还是物有所值的呀，就是甭管这个雷鸟给了他多少钱吧，一张绿皮火车的照片啊，就让雷鸟进入了大众视野。对吧 ？TCL 的这个产品其实电视还可以啊，但是雷鸟这个真的是知名度不高，就是产品可能做的还行，但是它产品形态我不喜欢，但是产品质量啊、各种的性能指标啊，这种电视厂一般做出来的还都是不错的，对吧？只是呢不愿意花钱去推广，不愿意去打广告啊，只是在自己的这种渠道里头稍微卖一卖，那么这一块呢？肯定就要找一个这样的网红来给你干活了。所以不管给多少钱啊，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入职，都还是划算的。那么最后呢，咱们要讲一下啊，这个《甄嬛传》不是那么好演的啊，所以王自如这一次呢，也未必就能演出《甄嬛传》来，对吧？更有可能的是成为行业明灯。啊，以及为什么这种过气网红会容易成为行业明灯，就跟罗永浩似的，对吧？《甄嬛传》真正的表演方式是什么啊？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一定是股权置换，对吧？不可能说你挣了钱真金白银给人还回去，没有这事儿了啊。王自如呢，应该也不会真的入职雷鸟啊。前两天有人说啊，王自如入职雷鸟了，还有工牌，还有工号，对吧？这都是做戏，都是表演啊，信这玩意儿就幼稚了。什么叫真入职？签劳动合同上社保那玩意儿就真入职，他是不可能去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就不用费这个劲了。那么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签了一份投资协议之类的东西。怎么又签投资协议呢？对啊，我刚才讲了，股权欠的债啊，加了杠杆欠的债，一定是加了杠杆用股权来还啊，所以你不用这样的方式去还这个钱，你是还不上的。那你说咱们现在请王自如来去做这个宣传了啊，或者是再做个顾问什么的，其实有3种支付方式啊。第一种支付方式叫付工资，付不起的，你说你付他多少工资合适？特别是像 TCL， 包括原来格力，都属于是内部工资非常严格的一个地方，你不可能说给一个人非常非常高的工资，对吧？你给出去了以后，你内部的公司体系会崩溃的。所以给工资这事儿是不合适的。第二种呢叫商业广告，哎，我花钱请你给我干活，这个事儿呢，如果真花得起这个钱啊，那也就不是 TCL 了，也就不是格力了啊。这种传统企业它花不起这个钱。而作为王自如这样的自媒体来说，如果他接受了一个很低的报价就把这事儿干了，等于砸自己招牌，以后也没法干了。所以这事儿一定也不是这样的。那么就只能剩第3种，就是走投资的路线，相当于是王自如说我在做一新公司，你投我这个新公司一些钱啊，投进去以后呢，这个可能不是一次性把它都付进来啊，你也是分里程碑啊，分阶段往里付，然后呢，这个我们做出一些什么样的结果来，对吧？这个我公司的估值也上去了啊，它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对于 TCL 来说，那你说我投资它不比这个直接做商务合作更花钱吗？啊，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这些老牌的制造业厂商的这些人啊，他会觉得，你看我给你钱了，我还拿你股权了，我还占你便宜了。他第一个讲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我一开始不给你钱啊，或者给你的钱很少啊，而是后面呢要根据你的里程碑完成的这个情况，我要跟你对赌。比如说你给我卖了多少这个AR 眼镜了，我再给你下一笔啊，或者说你让我这个这什么样的指标上升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我再给你下一笔。他一般是这么来去做事儿的。
有了新的公司，就有了新的估值啊，还有了新的跳楼条款啊，这个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就不好说了啊，也有可能没有，这个咱们不知道啊。当达到了对赌约定以后，新的公司的融资呢就会逐步的到位，然后你新公司的估值也就会有被人认可。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新公司的股权去跟这些老股东谈判了，说了你看，咱们来谈一下吧。你看我新公司啊蒸蒸日上啊，股权也值钱了啊，这个前头的投资也都到账了，你也可以来尽调，没问题吧？然后呢，我现在新公司的股权啊，这个比如说找个1亿的股权或者多少几千万的股权啊，我还给你啊，或者说我再给你打个折扣，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有的谈了，对吧？因为我以后还要升值嘛，对吧？你原来比如差2000万，我现在给你个1000万的或者给你多少钱的也就可以了。那么在这种谈的过程中呢，就靠情商了啊。有那情商低的，比如说像罗永浩这样的啊，去跟这个郑刚去谈，最后就给谈崩了啊。这个他觉得没有受到尊重，对吧？有那情商高的，没准他就可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折扣，就能谈下来啊。这个就是真正的《甄嬛传》的表演方式，就是格力当时的这个跟王自如签的这个协议，应该也是类似的协议，对吧？7位数年薪这件事呢，我是不太相信的啊。这种老牌传统制造业公司工资体系都极其刻板啊！如果需要互联网公司的人啊，或者是想从互联网行业里头去捞人，通常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叫建立隔离墙啊，就是我做一新公司，然后你们这个公司里的工资是走一个单算的啊，即使是这样，它其实还是受很多限制。因为我原来跟这种公司打过交道啊，待会儿再跟大家讲。啊，那么这种隔离墙的公司呢，它不但是要建立新公司，还要搬离原来的办公场地，对吧？因为你如果大家在一个屋里办公，然后还经常在一个食堂吃饭，发现那帮人工资这么高啊，这个里头是会出问题的。啊，像雷鸟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在 TCL 里的孵化出来的一个子公司啊，它就是可能有一些互联网的人工资就要高一点。啊，还有一个这个 TCL 下的孵化的公司叫豪客互联啊，这个因为我跟他们原来打过交道。他们呢就是需要从互联网里挖人，所以他们的工资都比较高啊，比这个 TCL 原来整个的公司的这个体系要高。但是你说我想再发一个这个再稍微高一点的，或者说在里面做一些灵活的变动，阻力极其大啊，这种传统公司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那么为了能够开出有竞争力的薪资去互联网里捞人啊，就要单独办公啊，刚才我们讲了，要跟原来的集团办公地点要隔离。集团里面呢，通常也不会给他们任何好脸色看，啊，因为豪客互联那帮人原来跟我讲说，哎呀，这个想去跟 TCL 集团去捞点什么各种的资源啊、合作啊什么的啊，可费劲了，啊，为什么没有好脸色看？很简单啊，那帮集团里边原来的人就想着说，我苦哈哈的把公司做这么大，这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你们凭什么呀？来了就拿这么多钱啊，这个太过分了，都是拿我辛苦挣回来的钱养着你。而且像很多这些公司，甭管是豪客也好，还是像雷鸟也好，通常是亏损的啊，都是要靠别人挣钱去养的。所以呢，这些人走到任何地方，虽然工资高，但是在集团内部都是被人家这个横挑鼻子竖挑眼。其实像我们以前在盛大创新院也是类似这样，盛大集团整个是有工资体系的，有职级体系。盛大创新院当时为了能够在互联网里捞人。啊，你别看盛大是游戏公司啊，游戏公司不算互联网公司，算有互联网公司里头比较 low 的一帮人，对吧？他们为了上互联网抢人，也是隔离出来的一个小院高墙，然后自己去做。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盛大创新院里头，这个觉得自己还是很牛的啊。你到盛大集团里头去找人去合作，找盛大游戏去合作，找盛大文学去合作，那没有任何好脸色看，都是这样的。啊，那么传统制造业想要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地盘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痛苦的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工资受限，即使是建了隔离墙，其实依然受限啊。这个并不是说你建了隔离墙以后你可以随便发了，集团内部本身等级森严啊，盘根错节，还看不上这帮外来的和尚，对吧？那么他们最大的问题呢，还不是这些问题，就是。比如说传统的这个企业，他们呢是这种工程的观念很重啊，我应该怎么把东西做出来啊？我应该是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搭建一个什么设备？这些人呢比较缺乏想象力啊。当然有的时候想象力上来了以后，比如说你造的车可能没有那么结实啊，这个事儿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你像马斯克造的车，你比如说你交给这个福特来看，可能就没法看，啊，或者交给日产来看就没法看。
但是呢，他们这个缺乏想象力这件事儿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背负着这个极重的包袱啊，这个还得不到这个集团的力量帮助啊，这个是这个传统行业做互联网的一个这个比较大的障碍。当然了，这些都不是这些传统行业做互联网项目失败的最大障碍，对吧？他们失败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就是无法正确的认识流量的价值，这个才是阻碍传统行业进入互联网领地里头最大的障碍。互联网行业的底层逻辑就是流量逻辑，一切都是流量啊，流量就是钱。而传统企业呢，总在想什么事儿呢？我的品牌、我的技术、我的渠道、我的资本，哪个不比这个虚无缥缈的流量值钱？你只要一想这件事儿，就已经输了，对吧？在互联网行业里头，只有流量是值钱的。这个很多可能做传统行业的人没法理解我现在说这个话。咱们看看美股七姐妹，值钱吧？那就是流量公司，对吧？你像特斯拉，你按它造的车，按它挣的钱，按它的销售额，你哪样能够比什么丰田呀、什么福特呀、什么奔驰，你哪样能跟人比？但是它比别人那个估值加起来都贵啊，它比别人市值加起来都贵，对吧？为什么？因为它有流量，人家认它，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没法去理解流量的价值，那么传统行业的公司是不可能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好啊，讲到这儿，咱们再回头看看雷鸟跟王自如的合作做出来的这种小众的烂产品啊，其实我认为这种带屏的 AR 就是一个死路一条，就是个烂产品，花不起钱请这个大网红啊，也抢不到这个人家真正大网红手里的这个位置。于是呢，这个难兄难弟就碰到一起了。流量江湖是很残酷的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对吧？你像这个这么烂的赛道里，我还知道有一个 Xreal， 因为他是老大，对吧？然后这个雷鸟为了让自己也成为老大，不惜作假去压货啊，也得让自己成一次老大。那王自如呢也没办法，对吧？他也想去给人做汽车呀，也想去给人做手机，做这种最好的这个数码产品，但是抢不着啊，人家看不上他，对吧？那么大家就干脆啊各退一步，就这个难兄难弟抱团取个暖，也就他们碰到一起了。带屏 AR 赛道呢，绝对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对吧？那么行业明灯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你看王自如这肯定又奔着行业明灯的路子去了，包括他的老对头啊罗永浩也是行业明灯。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他们只能够在成熟的没有希望的赛道上去做事情，那么这种呢就只能成为行业明灯。就这个行业不是因为他们来了才死的，而是这个行业本来就该死了。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办法，也没有魄力去上一个完全新的赛道上去，所以只能是挑中这种赛道，然后啊去做事情。而且在这样的赛道上，你说做这赛道的人多了，怎么就他们成行业明灯了，别人没成呢？对吧？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是流量，对吧？甭管罗永浩也好，还是王自如也好，都是流量。本来别人可以默默的死去的，结果他上来这个大嗓门的喊了一嗓子，说来呀，看啊，我来了，然后咔嚓还是死了，就变行业明灯了。所以行业明灯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是成熟的没有希望的赛道，第二个是投入了过量的流量啊，就造成了啊这个行业明灯。所以往往是这些过气网红会成为行业明灯，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最后总结一下吧，王自如呢用一张绿皮火车上吃方便面的照片啊，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视野里头。就是这个事儿呢，也跟大家讲了一下跳楼条款以及《甄嬛传》到底是怎么玩的。最后呢，跟大家啊稍微的拔高了一下，总结一下为什么过气网红容易成为行业明灯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啊，今天的故事呢讲到这儿啊，看看大家有什么评论。看看最近好像都没什么人气啊，我这儿也要过气，本来也没上过气啊。好啊，大家都来了。老范这衣服像是牧师穿的啊，这个胖俗俗，哈哈，胖俗俗。
他的那个采访视频我看了啊，还是那么劲儿劲儿的。哎，其实啊，真的是可以理解他啊，可以理解他。话说对赌协议是不是中国企业爱用，国外企业爱不爱用？都爱用。虽然国外企业呢，特别是在早期可能没有咱们的条款那么严苛，但是到后面都一样。但是国外有一点好是什么？就是它是可以允许个人破产，所以呢，即使你有这样比较严苛的对赌，也不会给他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这种伤害。啥主题啊？接着听。投资是老范的本行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所以跟大家讲这个本行故事。基金的钱也不好拿啊，如果创始人回购不了咋办？这王自如不就给你表演了，回购不了咋办吗？对吧？你像这个谁，罗永浩，那你最后也没办法，你不签这个字儿，是个人连带，你不签的话，你就真没人给你钱，对吧？这还是人家觉得你是有机会翻身的，如果人家觉得你没机会翻身，你签都没有人愿意给你钱，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就跟那什么似的，杨白劳说我现在要卖这个白毛女，对吧？那也是白毛女，你要像我这样的，你卖了有人要吗？没人要啊。来晚了啊，王自如欠了多少钱？有没有一个小目标？我觉得是没有啊，大概2、3千万吧。来了点赞啊，欢迎。之前做游戏差点拿了盛大的18基金，看来没拿是躲过一难啊。其实也没事，拿了盛大其实还是投资比较宽松的啊。这个像金山系是比较严苛的，而且真的是下手比较狠的啊。像王自如的第一笔钱是顺为给的啊，但是顺为呢应该是在拿第2笔钱还是第3笔钱的时候就已经退出了，所以还算是比较好。中国好像不是联邦制，深圳的地方政府怎么解决全国性债务啊？这个其实不叫解决全国性债务，只是这个试点啊，他们要试点。这个比如啊，债务人在深圳，债权人不在深圳，债务人在深圳成功破产，外地的法院认嘛啊？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的法律都需要先找地儿试，这个不是说上来就可以全国实行的，它这个只是根据这个债务人在哪儿啊？如果你的债务人在深圳，他可以申请在深圳这个个人破产啊。你的这个债权人在深圳，如果债务人不在深圳的话，他是没办法的。来了，点赞啊！欢迎欢迎，大家都点个赞吧。YouTube 是不是改 API 了？看见好几个直播拉评论的这个博主都拉不出评论人的头像了。可以啊，这不是有头像吗？一般你看拉不出头像的好多是因为他的梯子有问题，就是头像没传过来，跟 API 没关系。王自如的 Zilla 有些像捕风捉影瞎说啊，有些就是捕风捉影的瞎说啊，这个其实也没有了，他这个人其实还可以了，对，是这么拼的 Zilla。这个王自如应该去找刘翔来联动，应该能收不少流量。王自如其实他瘦的时候啊，长得有点像刘翔啊，这个就是从长相上就像。王自如10年前被Mackie Work 吊打啊，这个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翻身啊？这个，这个我觉得还是希望他能吧，这能怎么办呢？以前是牧师嘛，不是啊，没当过这个啊。但是呢，我原来在一个公司里边的职位啊，这个 title 叫 evangelist 啊，叫传道士。但是呢，那个传道士跟宗教没关系啊，是帮人去做这个叫布道师吧，是帮人做产品推广的。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欠下1个亿的啊，这个欠1个亿不是特别难的事儿，因为你想他公司估值可能高的时候有好几个亿，对吧？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这个股份啊，可能也就是外边的投资人也有1个亿，对吧？占的你的股份啊，就是占股份的估值吧，也有1个亿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利息什么的，就差不多就到了吧。米奇。
沃克斯带货很成功啊，现在一年一年起码9位数啊，做了5、6年了啊。这段时间 YouTube 频道更新很频繁，但是怎么说呢？像王自如还是惦记在国内折腾，他也没惦记出来，对吧？这个现在出来其实没那么好做。显然自如不是老范的菜啊，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像他呢，就是出事儿了啊，我们看一眼，然后事儿过去了呢，也就懒得再看了，对吧？谁有空天天看他在这儿折腾啊？上次看米奇还是5年前塌房的时候啊，没看过他。这个小米奇迹终于，小米奇终于成熟了啊。俺替 Peter 和这个就不知道了。王自如不和罗永浩纠缠上，估计发展还可以。跟罗永浩这事儿关系不是特别大啊，他其实后边还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呢又塌不下心思来啊，因为他在第2轮投资的时候，就是正好是跟这个叫什么呢？跟那个罗永浩折腾完了以后呢，我还去看过，哎，当时准备投他的案子。后来看完了以后呢，就不了了之了啊，最后也没下手啊，幸亏没下手，下手了，这个人生污点了啊。以前他的手机数码评测，国内基本都是他的啊，他算做的还可以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跟这个什么呢？跟罗永浩的这个对峙呢，还是技巧不够啊。罗永浩这个人呢，其实基本上属于流氓，对吧？上来就是你被人包养了啊，这个就属于是上来就质疑人家动机，对吧？这个属于中国比较传统的这个儒家玩的事儿。一上来你被人包养了，你被人投资了，我不跟你谈了，对吧？然后至于我的东西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不跟你谈了，对吧？他就搞这样的东西。你像我这儿现在也是这样，我这个万一哪天不小心说了小米好，上来啊你是原来雷军的手下，你这个被人包养了，你拿着钱了。我拿着了，我没拿着啊，对吧？但是呢，他其实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这个其实，你碰上流氓就讲不清这话，怎么办呢？以前在一个创业公司办公室，跟股东公司在一起，天天看股东公司的人6点下班，一帮加班到12点，苦哈哈，心态爆炸啊，这个挺正常的啊。像我们以前那个有一些智能硬件的公司，就是被这些代工厂去投资啊，就是你比如你做智能硬件，然后你找一工厂替你代工，然后那代工厂说来我投资一点吧，实际上呢他也不给钱啊，那你不给钱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在我这儿代工的钱，我少收你一点啊，算我占一点股份。然后呢，我这个车间里呢还有这个空间啊，然后你就在我这儿办公就完事儿了啊。他们原来干这种事儿，后来我就去，因为当时也是要投资一个智能硬件项目嘛，就跟他的股东要谈话呀，要去做访谈嘛，就跟那个代工厂老板去聊。我说你为什么投这样的项目？他说我们就想让自己的工程师看看人家互联网公司的人是怎么上班的，怎么加班的啊。这帮人自己太懒散了，不行。这个也是这样啊，就是算是一种跨行业的碰撞吧。你看，你就属于这个加了班然后被人看的那个人。2017年米奇不就是一个人随便拍拍上手视频，这个评测都算不上啊，啥时候能和 Zilla 这种工作室能比了啊？这个就不知道米奇这是谁了。2022年还卖惨收打赏又买特斯拉被骂啊，特斯拉其实是一个挺便宜的东西。王自如的老毛病是这个装逼装出洋相来啊，这个老库安的这个圈子里啊，都追着他屁股骂，哎，这个我觉得没必要。他愿意装嘛，他愿意设这个人设，每个人必须要立自己的人设。股东公司有一办公室主任啊，一天晚上过来指手画脚，水杯放那儿都，水杯放哪儿都要来说一嘴，扛2个月，跟老板说还是要搬走，不然团队要散了。这个就比较奇怪了，像好多这种股东公司是不会上来那个什么的，不会上来胡说八道的。反正各自际遇不同吧，不是说规模，而是说每次王自如翻车，米奇都骂得最狠啊，这个就不了解米奇是谁了。X-ray 啊，样子都做的挺好看的啊，如果打5折，我估计也会买。这个东西挺难看的，X-ray
X-Ray 我是见过它那个设备啊。第一个就是你戴上呢，就跟这个什么似的，就跟这个盲人一样啊，而且呢就很傻。我在商场里头看到过有一次有人带着东西上街，只看到过一次，这么多年了。然后呢，戴上来以后，每一个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的啊。这个就属于说，我如果坐在家里呢，我就干脆戴头显啊。我如果出门呢，我肯定不会带这么二的一个东西出门了啊，这个丢不起了人。老罗啊，当年的 TNT 就是想开创个新赛道，TNT 真不算新赛道啊。这个，那你如果是 Surface Studio 这种东西的话，自己都没有验证成功的，你折腾它干嘛？而且他觉得微软做了一定成啊，你干脆做一微软没做过的东西，对吧？那算他牛啊。对 X-Ray，王自如在香港这么久都没拿到身份，他可能以前拿到过啊。Rockid 啊，对，是这样拼的 ，ROKID。晚上好啊，这个对，美国的对赌协议不是无限连带责任啊，这个达成目标解锁股权啊，不会背债，也有背的啊，都有。经典的案例就是马斯克跟特斯拉投资人的对赌，马斯克算运气好的，他做特斯拉的时候已经拿到第一桶金了，已经算很好了。这个肯定是不同的项目不一样，投资人都是很贪婪的，上来都是给你签这个带这个个人连带的啊。雷鸟是 TCL 的子品牌啊，电视遥控器都通用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老罗还钱的时候环境还没这么糟糕啊，是的，现在稳中向好，稳中向好啊。王自如那个年代欠不了太多，王自如当年应该是拿浙江老板的钱比较好忽悠。他呢，第一笔钱拿的是雷军的钱啊，就是顺为的钱。第二笔钱呢，我记得是拿了一堆的这个电器厂商的钱，但是里头没有 TCL 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反正是电器厂商想转型的钱啊，拿了点这个。然后呢，第三笔钱呢是拿到了一些这种基金的钱，像什么上海，就是这次后来告他那个是上海的一个基金啊，把他告了，最后要执行。王自如怎么欠这么多钱？哎呀，这个做创业欠钱是很正常的。这个国外没怎么听说过这种这么狠的对赌协议啊，其实也有，只是你国外的创投圈没有这么热乎啊，是美国还算热乎，就是全世界创投圈只有中国、美国是比较热乎的，另外可能新加坡还有一些啊，其他地方创投都非常不活跃，因为它的税收很不适合这东西。你像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方都不适合创业，税太重了，什么都没干就被玩死了。债务人在深圳个人破产，然后债权人在北京法院起诉，北京法院会受理吗？这个呢，反正还是要具体看啊，具体看。就是中国的法律呢，也不是要求你所有的案子同样的事情判成同样的结果嘛。回到北京好冷啊，这个那就是冷了，怎么办呢？Zilla 几年前看还在啊，做外包开发好像，一般互联网公司做外包基本就到头了啊。是的，外包就不算一个互联网行业了。王自如应该去上老罗的播客啊，这个，哎，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如果混不下去，也可以碰一把，碰一笔呗，这个是没问题的。王自如之前感觉还行啊，这个就是看那次特别陶醉的评测以后啊，恶心坏了啊。这个有些人，这个很容易这个叫什么粉转黑，对吧？王自如呢，就是他的评测我其实从来不看啊，看过一点点吧，就因为当时要投资他嘛，还是看过几期。这个感觉他的整个拍摄手法还行啊，不看人还可以。独享的 moment，什么东西？这个罗永浩就是流氓啊！是的，就是你上来不讲产品，先质疑人动机，然后把人动机质疑完了以后，
这个开始这个大嗓门，就开始这个抢人话头，这个不就是流氓吗？我前公司拿了基金的1个亿，现在上市失败了。之前老板估计现在压力山大，好多同事都投了钱啊，那这就没办法了。但是投钱这个事儿呢很恶心啊，就是因为呢这个债务里头，你比如说公司工资的欠薪，它是排在所有的这个前面的啊，然后银行贷款，然后是这个供应商货款，这个投资的这个钱是清偿顺序是最后的。就是为什么好多的这个投资人愿意让你，就一定要求你去做这个个人连带，就因为投资款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你的破产清偿是排在最后。网友调侃雷军苏七200公里顺停是一个轮子50，加起来200，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开心一下就行了啊，不用想太多，对吧？今天这集得到一个道理，尽量避免做出小众的烂产品啊。培训行业也是有这种课，老师当个宝贝一样讲，结果没有任何鸟用，是这样的。就是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但是呢，这个特别是老牌的这些传统制造业，他就不愿意放手，因为就这套东西他熟。王自如做一个中老年群体挺好的，他硬要年轻，这个哎，我觉得啊，你没必要这么去说他，就是喜欢他呢就看，不喜欢呢就算了。你像我呢，就从来不看，也不给自己添着堵。雷鸟的电视啊，讨论的雷鸟的眼镜啊是不同的公司，雷鸟也有电视，也有眼镜，应该是同一公司吧？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啊。AK 和什么专门啊？对了，AK 是比较喜欢眼镜的啊，这个是真的。我是非常讨厌眼镜，你像包括那个谁，Indigo 也很喜欢眼镜啊。这个我是觉得眼镜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机会的产品。除非自己做出点市场声量，否则跟投资人聊根本没有话语权。不过，也要看拿了哪儿的啊。这个我知道，浙江老板当年就挺随意的，只要是把对方哄开心了就行。是的，江浙一带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啊，特别是好多这种叫厂二代，他们就很喜欢干这个事儿啊。老爹很厉害啊，然后很有钱。这个也确实一手一脚的把公司做起来了，自己呢又跑到美国去留学啊，或者跑到哪儿去留学，然后觉得呢又喝了洋墨水了，然后拿着这个钱就可以出来胡造啊，这个是啊，这种人我见过。衣服还蛮不错的啊，这个胖苏苏啊，这个是这样，就是我原来那个胖苏苏是后面有帽子嘛，我又不太喜欢戴这种卫衣的帽子，所以我今年就去买了这种不戴帽子的这个款式。创业失败欠债的啊，都是做贷款啊，贷款才能连带责任。没有很多这个投资人都欠连带责任，股权投资没有对赌 IPO 的，这个你再仔细看看吧。像我们以前在美国投案子也是对赌 IPO 啊，都一样的。因为美股的壳太多了啊，在美股赌 IPO 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很容易就上去。强制要求创始人收购股权可能不合法，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们以前在美国投的案子，反正也是这么去做的。今年国内天气都很冷吗？这个不知道啊，现在可能要回暖了，这个就不了解了。有道理啊，今天的衣服有型啊，是范太帮着挑选的啊，不是啊，我自己在抖音上挑的。估计这个老范穿的情侣装，我太太才不穿这种衣服呢。我们两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风格。找员工集资的公司就是搞不下去的意思。我之前的老板就是这个创始团队特惠大礼包让我们投钱，果然果断拒绝，马上辞职啊！这个是这样的，就应该干这种事儿。这些创始团队让你去特惠大礼包投钱呢，就这些老板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自信啊，就是说我赏赐你了，
对吧？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投钱跟我一块儿发财啊！如果你说你不投的话，那不用你辞职，他马上把你开了，对吧？你居然敢不信，哈哈。油管确实改动了，现在聊天已经不显示频道名了啊！这个反正不停的在调整这个。上礼拜三还是啊，不是上礼拜三，这礼拜三还是这个名字嘛，现在都变成这个 token 了嘛。昨天看到一个小米苏7的英文评测，一天不到观看啊，这个观看量差不多150万，美国的好评如潮。评测的怎么样呢？说这车就是个垃圾吗？这么多人看。Indigo 的那个苹果 Vision Pro 还在用吗？估计还在用吧。回头我得问问他，这次那个升级了以后有没有买新的？我看很多国外大的汽车频道评测小米的，撒个都是好评呢。不知道小米汽车在中国发生了啥情况？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什么车都有可能发生情况。这个汽车的频道也好，杂志也好，如果因为啊你发生了情况，我评测了就要发生改变，这就属于极不专业的行为，是不是？这个所以不要太想这事儿。今天不还又干了个什么事儿？今天不是小米啊，是那个理想 Mega，在上海开着开着啥也没发生，直接砰的一声就着了，而且快速的就整个把车烧掉了。里头的人是快速的跑出来了啊，但车和车上的所有财物都烧干净了。然后理想发了一公告啊，那叫恶心。那公告怎么写的？说虽然发生爆燃，但所有车门正常打开，人员那个逃离。然后一帮人在那骂，说没人问你门开得开开不开，问你说车为什么开着开着谁都没碰，谁都没有任何问题，就直接着了，而且这么快就把整个车烧没了，对吧？然后那个车主还在那说呢，说我这个他那个 Mega 是一个那种 MPV 嘛，就是或者叫 minivan 那种车，后门是那个滑轨的，就前门是这么开的，后门是那种滑轨的。然后那哥们儿说：“我坐在后排，那门根本打不开，我是爬上去，从那个副驾驶那门爬出去的，对吧？凭什么你就说这个车门能打开？着了火了，烧了车了，还在这惦记阴阳小米呢，对吧？所以这个哎，就没法讲这事儿。这衣服像尊者穿的那套，哪个尊者呀？老是打错字啊，是。”我看小扎演示戴着眼镜导航，找到自己停车场里的车，看完以后果断变眼镜黑粉，太蠢了。是，我也觉得很蠢那个东西。对赌 IPO 没用啊，30-50万啊就能上市，这是美国啊，你在中国你上一个试试。老范的麦克风啥牌子的？很安静，没噪音，没回声。大疆啊，这上头不是有字儿吗 ？DJI 啊。这是大疆麦克3啊，个人连带责任是标准啊。我前老板就是郁闷被个人连带了500万啊，这个500万还行，卖套房还是可以出来的。我那老板不是特自信，是真没钱了。我知道公司账户里有多少钱啊，也知道投资人谈的结果，所以他要股权大礼包的时候马上跑路。知道他找不到冤大头了啊，那这种就没法整了。如果美国能让投资人用连带责任控制创始人，乔布斯当年就不会被踢出公司那么简单了。这个，哎，这个反正美国有美国的玩法啊，这个都有各自的玩法。Mega 这事儿确实让人挺闹心的。是的，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车的啊，就是我还本来想去买的，但是它太贵了，我买不起，50多万那车。他如果那车30多万，没准我会去买。但是这种啊，3元锂电池确实是比较危险。我看了那个庄表伟的对谈，很有意思，一时半会儿说不出为什么的，总觉得跟社群和知识分享有很多迁移作用。这个咱们来聊一期啊，这个咱们可以来聊一聊这个未来的社交会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哎，这个就是别想这事儿了。理想那个底盘磕到路面，视频看到路面擦出火花，但你就算擦出火花，你也不能马上找啊。这个看有些人说他擦的那一下应该没有磕到路面，他虽然看的好像是稍微的，就是地上有一个坡，稍微忽悠了一下，应该没有蹭到。Mega 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个就没法说了啊。请问如何看待公司老板乱指挥啊，甚至指导软件团队如何开发？关键是他的想法是左右脑互搏，哎，这种事儿太多了。他反正是老板，亏了钱是他的，你管他呢？他愿意指挥你听他干呗，对吧？这个他对最终的结果负责任。有时候我觉得理想的公关挺有意思的，说是总是透着一股愚蠢的自信，哎，这个国内的公关都这样。我记得前两天说那个谁，就是那个西贝，不是找了一个那个摇头晃脑那姐姐嘛，去给他拍视频去。后来说这个为什么整了这么个人呢？然后一帮人说你们也别想这个，说啊这种公司里的公关就没有任何办法，他就很无奈，他就这么点钱，就这么点资源，你找不着更好的了，对吧？前两天那个西贝还出来招这个公关老大，啊，公关总监还是什么，给出那薪资一看说。你打发叫花子呢，对吧？就这点钱你还公关总监呢，你到底想干嘛？对吧？你真找那好网红，真的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个流量的价格去操作的话，根本玩不下去。所以西贝也是一个被互联网淘汰的企业，对吧？在互联网时代里不断的出各种笑话。你可以在投资文件和合同里边这个写连带责任，但是在法庭上很容易被这个，我觉得啊，看具体的情况啊，这个，我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跟美国的这些被投的项目打过官司啊，所以我不确定。理想汽车是被刮底了吗？不知道，现在就不好说。富盛在抖音做 AI 视频玩的很嗨，富盛身价多少啊？不知道啊，这个现在他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我只是知道他现在的视频也好，什么也好，那美颜已经开到头了啊，已经看的不像真人了，看了像一个硅胶娃娃的那个感觉了。富盛的视频 Sora 做的啊，这个他去 logo 呗，这个其实我觉得用 Sora 做视频千万不要去 logo 啊，非常愚蠢的行为。Mega 起火到爆燃10秒啊，但凡后排有一个小孩需要司机解开安全带就完了啊，太快了，是的，他那个实在是有点太快了。Sora 去 logo 我电脑上就能干啊，Sora 去 logo 不是那么费劲的事儿。我老板就瞎指挥啊，全公司就我一个人跟他公开怼，也只有我一个人做出来的东西还能用。哎，怼他干嘛？让他指挥呗，他只要愿意发薪水，让他干呗。YouTube 那些这个特斯拉粉丝的频道只说小米今天死了一个啊，总之死了3个女生啊，特斯拉造成的死亡事故从来不谈。这个他有些人就愿意忘记这些事情，你怎么办呢？老板乱指挥很正常，对，就让他指挥呗。富盛那个确实是真人感很低啊，是这样的。领扳手，领扳手，来来来，发扳手了。这里啊，添加管理员。好，领到扳手了吧？帮忙分析一下大圆柱电池以及其他形式的电池，未来哪个更可能啊？这个是更安全的标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去分析大圆柱电池或者刀片电池或者其他电池啊，这个事儿其实意义不大。电池这种东西是不断的更新迭代，甚至是拿人命迭代出来的，对吧？这个磷酸铁锂呢，算是比3元锂电池稍微的
怎么说，能量密度低一些啊，充放电也要慢一些，但是呢，它确实是要比三元锂要更安全一些。然后你像那个谁，就是董明珠做的那个叫银泰科技还是叫什么啊？它那个就是叫钛锂什么一个什么电池，更安全啊，充电更慢，更贵，对吧？但是呢，它为什么做不起来？因为用的量少，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有点像电脑。电脑标准啊，就是你用的多了，迭代的多了啊，它慢慢的就可以起来。如果你做不起来，没有量，没有迭代的这个次数，就做不安全啊。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什么啊？这个10年前就有一个去水印的 function 啊，只要不是不透明水印就能去，好吧？以前我觉得猎豹浏览器还蛮好用的，猎豹浏览器是挺好用的，没有任何问题。汽油发动机从发明出来到现在几十年来，无数事故发生过，都是靠着每一次事故发生积累过来的技术标准，是这样的呀。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德国人吧，用汽油坦克，还是美国人用汽油啊？不，德国人是柴油坦克，美国人是汽油坦克。所以美国人那个坦克后来好像是跑到那个北非沙漠里就会自己着火，就没法整。哎，不对，好像是水冷和气冷啊，不是柴油汽油。对，好像德国人还是美国人用的气冷啊，气冷最后就直接着火啊，直接开着开着自己就着了啊。这个后来就发现这个玩意儿在太热的时候气冷是不管用，必须水冷。富盛美颜开这么重吗？这个还以为没开呢，真人长啥样？我也好多年没看到他了啊，这个真人。但是在我想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真人，应该是在2016年还是2015年，最后一次看到他，对吧？10年了，10年前他就比现在在视频上能看到的这个样子要老啊！我不相信过了10年以后，然后变成一个硅胶娃娃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最近看 FSD14的体验视频，真的还蛮厉害的，有点心动，想买特斯拉了啊，挺好的，买呗。如果你们在美国可以用 FSD14去做自动驾驶的话，就可以让家里的老人、小孩独自坐车去一些地方啊，这个还是很方便的。所以电车还是什么更香？科技迭代太快了啊！这个，呃，电车就是不断迭代出来的，没有任何问题。电动车电池更新迭代，甚至会死人啊！如果死太多人，政府会不会帮忙封锁消息？不会的。政府为什么要干这种二事儿呢？这没有任何意义嘛。未来是半固态电池啊，慢慢的就全固态。现在这段时间，多佛多和清华大学的成果马上就可以变成现实，不会自燃。这个别想这个啊，固态电池是有很多的问题的。第一个是成本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充放电速度很慢，对吧？这个没有那么好使。所以呢，如果这个真的好使，早就上来了啊。你真的想让全固态电池彻底普及的话，就要有人赔钱啊！这个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赔这么多钱。你想，特斯拉前头赔了16年的钱才开始盈利的，对吧？他等于把前面坑都填了，然后咱们现在都是在人家那个马斯克后边在这儿捡这些好的东西，捡这些成果了啊！如果没有人说，哎，我现在愿意赔钱做全固态电池的车，永远普及不了啊！千万不要觉得。技术好了，水到渠成了，没那事儿。固态电池耐用吧，反正固态电池有很多问题啊。lease 是长租啊，4年换一辆车，好吧？只用支付全车款的一半，按月交租啊，挺好的呀。这个方式很棒，但是国内没有这种方式。所有工业品都是迭代出来的，指望几年内解决这些问题不现实。
光材料学一门啊，就3-5年出不来结果。是的，我觉得呢，这个一方面是材料啊，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人亏钱。迭代实际上开始那帮人都是要亏钱的，如果你没有下决心亏钱的话，就根本出不来。雷军个人性格和小米公司绑定的太深，是好是坏，没法说好坏，对吧？我觉得我们可以最近这1-2年观察一下这个谁啊，福耀玻璃，对吧？这个福耀玻璃又是交给儿子，看看到底能不能交得稳啊？这个曹德旺啊，交给他大儿子了嘛？曹德旺，你想对整个的福耀玻璃捆绑得有多紧？而且曹德旺那是家族企业。那公司里边什么党委书记是他妹夫啊，还是什么？反正就全都是他们一家的人啊。那他现在儿子上来了，对吧？大儿子接班，到底能不能接得住？当然，我觉得他要比这个宗馥莉那个强，因为宗庆后是突然死了，对吧？然后宗馥莉接班的时候，等于没有弄得很平整。曹德旺还活着呢，我估计也是看宗馥莉这事儿，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引以为戒了啊，所以一定要趁着活着还有影响力的时候把这班交了。然后下边有人不服呢，他还可以上来收拾收拾。你像当年那个谁，老干妈辣酱，那叫陶什么那个女的，就是交班交完了以后不行啊，儿子把这个品牌给毁了呀，用这个劣质的辣椒，然后用各种的比较低端的东西去造东西，然后把牌子毁了，最后只能那个叫陶碧君好像是，又回来重新接掌，老太太重新回来说，我接着管啊，你们不要去搞这些乱七八糟事儿。然后他儿子还出去投资，四处投资去，对吧？交不出去嘛，这就属于是。所以这种创始人跟这个公司性格绑定了，就看最后怎么传班。所以在这点上呢，我觉得这个华为还是比较厉害的啊，就搞这种叫轮值主席的这种制度，然后整一整套制度，然后让公司能够运转下去。但是华为呢，就是现在真正上面的老大还是任正非。等任正非哪天说我不玩了啊，或者说彻底没了啊，再看后边怎么弄。特斯拉的这个租还不用交利息啊，其他车厂比如奥迪、宝马好像这个还是有利息的啊，这个就不了解了。固态电池耐用是必须的，国内公司很多都在搞这个，你看到底谁敢上啊？或者说这个车好不好卖？这种东西呢，没有大卖之前，咱们就别研究这事儿。电车不见得比油车有价格优势，绝对没有价格优势，对吧？电车原来都是靠补贴的，对吧？现在补贴逐渐取消了以后，才算是把这个优势追上来。接班人问题在家族企业、股份制公司里面都是大问题，家族企业能走下来的，对，好像就传统企业，但是都要剥离家族成员的管理权啊，这个在国内就很麻烦。是不是必须按照一个特定的严格的用车流程才能耐用啊？这个固态电池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啊，如果真的说一切都做好了啊，只管往车上装了，早就装上了啊。之所以到现在依然没有哪个车说我现在就是固态电池装上了，一定是有问题的。刚才去看了一下猎豹浏览器没有更新了吗？不知道啊，我很久没关心这事儿了。实验室产品离市场的距离不是一般般的远，绝对的。AI 时代的社交从哪个方面思考这个问题呢？目前没想好什么头绪。那我们来讲 AI 时代的教育呗。我觉得这个还是你的本行嘛，这个事儿还是可以去聊的嘛。特斯拉赔的那么多年前，为啥没转换成它的专利和技术壁垒？没听说他收专利费挣钱啊？特斯拉直接就公开了呀，对吧？他说我们就公开了，咱们就大家都一起来。你想特斯拉在中国的第一批车主雷军、理想、这个李斌、什么这个何耀鹏，什么这些人都是特斯拉在中国的第一批车主。特斯拉第一批在中国卖了10辆车，全是竞争对手。剩下的那些不是竞争对手，是竞争对手的投资人，就这些人去买他的第一批车。
所以他就是想推动这件事情啊，不要老觉着说我把这事都变成专利。日本人喜欢干的事就是我把这东西变成专利啊，你必须在我这买，这个日本就落后了嘛。所以大家要想清楚啊，新时代有新的玩法。我现在每天都是 FSD，车出库搞不定啊，识别不了。哎，这个我还不知道啊。养路费这个东西为啥非得找公司、找司机收啊？中央财政这个给补贴不好吗？这个肯定不行啊！现在就是没钱呀。哎，养路费这东西在国外有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在中国有啊？特斯拉那个年代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是市场。呃，技术、市场所有东西都是问题啊。所有电池都必须用电解液啊！现在这个有个巨大的进展，哎，我觉得固态电池这事儿啊，你等它卖了再说吧，你就不用再讲这事儿了。好了啊，这个问题还有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差不多今天就到这里了。本周会员节目应该就更不出来了啊，最近也是更的有一点点多，然后明天上午休息，后天看看讲点别的什么吧。这个找点有趣的这个开心一点的话题跟大家讲一讲啊。最近好像这个开心的话题不够多了。中央财政不缺钱啊，这个咱们就别再研究谁有钱谁没钱的事儿了啊。市场起来了，很多技术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啊。这个我觉得技术就是必须要迭代，要有量。加拿大没有养路费，但是有碳税。碳税啊，不知道这个怎么个收法。老范频道进入涨粉的高速时段，这个前段时间才4万，这个您什么时候看的前段时间，对吧？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涨1000个啊，大概就是这样速度，一直这么稳定的涨上来的。好，咱们今天就到这里。现在已经到了电池回收的年份啊，回收呗。碳税按照燃料收钱，名义上是补贴给低收入家庭，好吧？这个澳洲有燃油税啊，看来每个地方不一样。好，那么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再见。应该是这样，结束直播。